这一大清早的，怎么居然做了个春梦呢？真难得，还这么真实有质感。啊，一定要闭上眼睛多睡一会儿，把这个梦做久一点儿。薛珊珊，你在干嘛？我没干嘛呀。往哪儿跑？你不是说酒后不乱动的吗？你倒还记得？可是昨天晚上谁先开始的？这怎么是你家呀？你都这样了，看下去。那你要保证不许酒后乱性。好。我喝多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你说话要算话。当然算。不过现在我们好像都醒酒了，是不是？大 boss， 你想干嘛呀？风月，这是我打电话的。喂，风月，怎么啦？珊珊，你在公司吗？在啊。那就好，你赶紧下来吧，我有急事找你。啊？怎么了，月月？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你还记得上次你手术的时候吗？我在网络上联系了一个心有血型的互助群，群主是一个护士。刚刚他给我打来电话说，高架上发生了连环车祸案，有一对母女啊，情况特别的危急，他们就是熊猫血，但现在医院都没血了。我一想，咱们俩不都是熊猫血吗？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咱们赶紧去救救急吧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快走吧！你开快点！赶快带他们去验血。护士，是不是有对母女急需献血呀？我们是，妈妈还等着做胸腔手术，你们先填一下表格，等一下去验血。喂，是。喂。喂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。我等等就回公司了。薛珊珊，好，我以后再有大事儿，我会立刻跟你汇报。没有下一次。大老板，你开会的时间到了。那你就去先开会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公司了。还有，我晚上跟风月一起在外面吃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回来吃猪肝。是。猪肝，他还真是不嫌弃我，还让我吃猪肝。什么？发烧了？多少度啊？好，不说了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哎，珊珊，小妍学发烧了，又哭又闹的。王叔说他吐了2次，我估计他马上回去了。那你赶紧回去吧，我看那护助会来的人也不少，没关系，
那你一个人没问题吧？能行，这么多人呢，没关系的，我一会儿打车回去就行了。回去啊，小心点啊！拜拜，拜拜拜拜。陈敏、刘琳，你们的指数合格，可以去献血了。薛珊珊，来了。薛小姐，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呀？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？我怀孕了。你自己看看吧，你的 hCG 指数有多高？这不是怀孕是什么呀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恭喜你。怀孕了。我居然怀孕了，我还以为那次手术之后不能怀孕了呢。啊，我怀孕了！我们推出的虚拟货币跟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比特币非常类似，但是呢，又不太会像比特币那样大跌大涨，同时，也要比网络上的虚拟货币更有真实性。货币的通行守住防火墙，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。如果账户货币被盗的话，我们能提出合情合理的赔偿或解决方案吗？是啊，我们要不要研究一个补救方案呢？对不起啊。珊珊，我们结婚吧。你带珊珊献血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最重要的是你没有一直陪着她。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枫叶，你太没有责任心了。风月现在一定觉得莫名其妙，又得挨一顿骂。近期我准备要结婚，今天晚上你和严青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要跟你们商量。好了。幸好是那个护士细心，如果你要是真的怀孕的话，你知道献血有多危险吗？对了，婚礼的事情我交给风月来处理。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没有。我能有什么想法呀？你们家那种婚礼哪是我搞得来的？怀孕的事，先不要告诉别人。为什么？你想让别人以为我们是有了孩子，所以才要结婚吗？那就不要说了。这个世界对男女天生的不公平，奉子成婚对男方往往没什么，女方就有可能被说闲话，尤其是我们差距这么大。风腾是在保护我吧？我整个脑袋现在还在乱哄哄的，仓促之间
他竟然什么都帮我想到了。哎，我还说呢，怎么这么天大的好事儿，竟然是风月告诉我的？风腾，你这哥们儿你怎么当的你？啊？还有你珊珊，这个风腾是怎么跟你求婚的啊？你怎么就能答应他呢？像这种事儿啊，你应该跟大伙儿说，我们一起帮你出点子，整整他。就是。哥，你怎么突然就要结婚啊？不要说你是在医院向人家珊珊求的婚。我是来跟你们讨论婚事的，不是来接受盘问的。地点的确太奇怪了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并不是求婚吧？那怎么行？我已经答应人家丽叔要帮他准备婚礼了，现在你突然就要结婚了，那我怎么忙得过来嘛？哎，你们是嫌我特别闲，给我找事儿做，对不对？结婚是大事儿，必须得一个一个来。盛琪和丽叔的婚礼推到半年后吧，我在过完年之后马上结婚。啊？那3个月时间都不到啊？啊，珊珊，这个时间很敏感哦。哎，珊珊，你是不是过了3个月之后不方便？不方便了。明年公司有几个大项目，如果这样忙下去，1年马上过去了，所以我希望在2个月之内结婚。红叶，你如果觉得时间太赶的话，我可以找婚庆公司来办。那怎么行？我已经想筹备你的婚礼好久了。明天呢，我就找王叔去趟苗府，我们去找几棵喜庆点的树，把院儿给装饰一下，再把大门给重新粉刷一下，这样就喜庆了呀。最重要的是要挑一个黄道吉日。哎，手机借我。啊。还好婚礼的细节让风月兴致盎然，让他忘记追问我们为什么要结婚。我们就要结婚了。感觉有点不真实。哇塞，盛琪怀孕了，真的假的？是谁啊？盛琪，就是那个女演员啊。是吗？是吗？哎，听说怀的是上杰集团的公子哎，没想到遭到了上杰集团的官方否认，据说还要验 DNA 哎。男朋友一家人躲起来就算了，居然给这么正式的回应，太难看了。不会吧，我还挺喜欢盛琪的呢，没想到他演技那么好，眼光那么差，想用一个孩子来套住他，简直脑残啊！可是上杰集团那是100亿集团啊，就算套不出一个败家子，那就生一个孩子，套住一整个集团嘛。就算不结婚，怎么着也得拿上几个亿吧？对哦，这话有道理。哎，那这个给你，这个我拿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只要差距大，大家就都会觉得高富帅身边的女孩子都是有目的靠近的。怀孕也是一种手段。哎呀，不知道风腾心里有没有过一丝丝的念头，我想用孩子套住他。下午记得请假，去检查。珊珊，怎么了？肚子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吃太饱了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一起去。徐小姐，你没有怀孕啊？啊？没怀孕？那头2天我去献血，验血的护士说我怀孕了，还说那个 HCG 过高什么的。化验单你带了吗？带了。HCG 高不一定是怀孕的缘故啊。这是什么呀？你今天的化验单上 HCG 是正常的，或许当天你体内的激素过高。曲小姐，你有没有在服用激素？没有啊。
我有好一阵我连中药都不吃了。那薛小姐，你想一想，怀孕之前你有吃过什么？吃什么？就是有同事给了我几个蛋黄派吃。那估计就是这个引起的。医生，你确定我没怀孕啊？没有。可是我最近确实感觉到身体会累啊，有点累。那有时候啊，要适度一点，节制一点。下次你怀孕，我们不来这一家。绝对不来，吃坏东西就以为我怀孕了，搞什么乌龙嘛！哎，不过幸好我没有跟更多的人讲我怀孕了，不然我就不光只是在医生面前丢脸了，我还要一一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没怀孕。想象力丰富的，肯定还以为我因为上次那场大病，我就怀不了孕，留不住孩子了呢。我说你怎么只想自己啊？其实这样我也很辛苦啊。你辛苦什么呀？如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要弄假成真，努力让你怀孕，你说会辛苦吗？以大老板的个性，如果广而告之，结果却发现没怀孕，他的确干得出让我赶紧生一个这种事儿。哎，好吧，我没怀孕，应该觉得更幸运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呀？哎，你说我哥跟珊珊那么着急结婚，不会是珊珊已经有了吧？不会吧？珊珊如果有了的话，一定会告诉你的呀，让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多注意。哎呦天哪！我刚看这些喜帖，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也是，既然没怀孕，又何必赶着结婚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，冯大小姐？哦，你希望你未来的嫂子在婚礼上穿孕妇装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去年医生说，珊珊动了手术之后，可能还要调养几年才能怀孩子，兴许还，哎呀，都不敢想。你怎么想这个呀？珊珊跟封腾的感情这么好，哦，那人家不怀孩子还不能进你们封家大门啊？哎呦，我的好丽叔，你就尽管责备我吧。我知道啊，我这样说特别的不对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父母死得早，我哥又是我们家唯一的独子，我当然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啊。你就不要操心了，我跟你说，珊珊还这么年轻，来日方长，这以后啊，珊珊一定会给封家生一个白白胖胖又不爱挑食的好宝宝。但愿如此哦。来。啊，还有这么多呢，我选呗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。挺喜庆。昨天发现自己怀孕，今天又发现原来没有孩子。短短的时间里，我好像也对这个虚幻的小生命投入了感情呢。可封腾怎么都没有一点失落。没有孩子，他就这么轻松吗？你不喜欢小孩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好像有没有孩子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有孩子我开心，没有孩子我也开心。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孩子而结婚。
况且你现在太小了，现在让你当妈妈，我不忍心啊。我怎么小啦？我那些同学全部都当妈了，我今年都23了。23？你还太小了，可以再多玩几年。是你自己想玩吧？我是想玩啊，不过我玩什么呢？风腾，你真的觉得我能怀孕啊？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？是不是最近伙食不好啊？不过我是应该反省一下的，要不然你的肠胃怎么可能会有空间装什么蛋黄派呢？你饶了我吧，那是因为风月特别交代的，为了穿礼服好看，我要节食，所以我要控制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上次托你带礼物回老家的那个人是谁？阿佳。他给你吃蛋黄派的呢？还是阿佳。你不会又做了什么吧？阿佳的人是糊涂了点儿，但是他挺好的，工作也很认真，也很努力。没什么，他该。恭喜你成为心动游戏的出纳部长，能从助理一下子就成为外派的财务组长，你可是第一个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我一定会的。还真多亏大老板的想象力呢。上次误带违禁品到了封家老宅，让我们有机会交往。这次吃蛋黄派，误以为怀孕，让我们准备结婚。风腾说，阿佳是另类的媒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我会成为风太太的闺蜜嘛！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其实，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要不要结婚。毕竟风腾是因为我怀孕才想跟我结婚的，但是搞错了，没有怀孕。那他有没有暗示你他不想结婚了？没有，他说有没有小孩都很高兴，他还说也不想因为孩子跟我结婚。对呀，这就是不管怎样都结婚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你担心什么呀？可是他最近都没有跟我商量过结婚的事情。因为结婚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嘛。这想也知道，你跟风腾2个人在婚礼上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穿好漂亮的婚纱还有礼服，然后出现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又不懂什么名牌，那婚纱这行那行你又不懂，你就让枫叶小姐给你办不就完了？风月也有2天没有联系过我了。哎呀，你想啊，这风家的婚礼怎么地不也得筹备个3、5个月呀？这才2天，才哪到哪儿啊？哎呀，你们就别取笑我了。哎，其实我想过了，如果过段时间风腾还是不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，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就不结婚了。我觉得也挺轻松的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到现在我还不确定风腾是不是想结婚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结婚。不是你又犯什么傻呀？又犯老毛病是吧？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未来的老公可是风腾先生，你将来的生活只能越来越好。你
犯什么愁呢？哎，你不会得那什么婚前恐惧症了吧？婚前恐惧症，就是婚前思想紧张、思想混乱，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担心。本来想还可以开开心心的恋爱一下，又想到婚后的生活非常没有自信，怕对方不爱我，或者觉得我们俩越来越不好，该怎么办？就是胡思乱想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你这么着，坐直了，右手拿起来，放到这儿，45度，问问自己，你爱封腾吗？这还用问呀？当然爱了。那就接嘛，你还想什么呀？既然人家封腾说了要跟你结婚，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做他以后生活的另一半，对吧？你就踏踏实跟他结婚就完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其他的事儿，不结婚光想象也遇不到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了这么精辟的话？我也写我下部小说里。来，好香啊！哥，你快看啊，这是3家顶级的婚庆公司策划的简介啊，快看一下，你跟珊珊商量一下，喜欢哪一个？不是说让你说了算？我可以做决定啊，但这是你跟珊珊婚礼的大事，你必须给我意见。我们家里本来人就少，爷爷去世之后呢，你又一直不肯谈女朋友，我一直都很担心的。但现在好啦，1年的时间，我哥找到了女朋友，而且呢就要结婚了。婚后再给我们添一个小封腾，我们家又可以热闹起来了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不会马上要孩子。为什么珊珊太小了。 20多岁的女孩子不生孩子，等到80多岁再生啊？不会是珊珊身体还没好吧？风月，我知道我的责任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封家的传宗接代和我的婚姻联系到一起。不是哥，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直接告诉我。珊珊。 她还能够怀孕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回来啦！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月月，你也在啊？哎，来，快这边啊！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聊你的婚礼呢。看一下，这是3家最顶级的婚庆策划公司的简介，这是以往他们办过的婚礼案例。你看一下，喜欢哪一家？好漂亮，明天就可以告诉我啦。啊，明天？ 如果太赶，婚礼可以先缓一缓。你不是说今年的集团事情特别多，明年开年就要结婚吗？我是说如果的话，不想你们太累。哎呀，那早结晚结都得结，都得看，是不是？来看一看喜欢哪一种，比如说有粉紫色，有蓝色系的，还有绿色、白色，还有地中海色系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我觉得红色也不错，特别的喜庆。还有呢，哎，我们的这个水晶灯，我觉得太漂亮了。要是你们这个上面有水晶灯，感觉真的像是打算将婚礼不了了之的前奏啊。就特别的多，有玫瑰的，有粉色的，这个叫小王子。 阿妹，还没去吃饭呀？大款在吗？在。珊珊等会儿你陪大老板吃饭，麻烦吃久一点。怎么了？计算机有点宕机。等会儿大老板又要看客户和厂商的资料，不过还算好，这些政商名流的资料都打印出来了。不过最近公司好像没什么大活动啊，怎么突然要这些资料？珊珊，
不会是你和大老板要结婚了吧？没有，你别乱说啊！阿梅，电脑什么问题啊？快来，帮我看一下。快帮我看看，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的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拜托，交给你了啊！已经在搜集宾客名单了吗？所以还是如期举行。封腾的婚礼对集团来说是件大事儿吧？肯定得搞个公开对外说明什么的。但是阿妹虽然跟我交情好，还是不要冒险问个究竟的好。封腾，那个结婚日期定好了吗？大概需要几天呀？因为我好跟科长请假。朝闻风月。不过不急。不急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急着请假，还是不急着结婚呀？封腾始终对结婚这件事好像没有特别的期待，也没有说不。到底想不想结婚呢？怎么样，风月？是这幅好呢，还是这幅好？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错，刚才看了一下，就这个还不错。头上跟王后似的。但这个要把头抬起来，没问题，这样。好看吗？哇，我们的美珊珊，真的是闪闪可人爱了。这件还不错。哎呀，好漂亮啊！不过这个腰啊粗了一点啊，得收，起码得收10公分。珊珊，你看我笑。哎，你觉得是这一件好，还是刚才那个立体褶花？立体褶花的太复杂了，我觉得这个简单清纯。也是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肩线有一点太宽了，整个这个地方都得改，对吧？你转过去，珊珊。从这儿到这儿，整个都得收紧，太宽了。收紧，然后腰线提高 ，OK 吧？应该可以。再转过来看一下，转过来，珊珊。珊珊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不先去休息会儿？啊，真的吗？看看你的去。那个梅丽老师，只要你带了这几件。是啊，这些呢都是我们明年春季的最新款设计。我觉得这些作品适合度也有限呢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让珊珊跟我一样，让梅丽老师定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特别好，因为女人婚纱本身就是应该定制的。但你知道梅丽老师她得提前1年预约，很难约的。明年你们春节就要婚礼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来跟她说。我跟你说啊，先让她呀跟珊珊见一面。梅丽老师这个人心最软了，一看到新娘子手就痒。珊珊，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？珊珊，睡着了。筹备婚礼挺累人的吧？但新娘子啊，千万不能让自己累垮了，不然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气色不好。这里有一个医生特别有名，姓葛，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调养的身体。你还记得你出院之后我给你的药帖吗？都是问他要的呢。所以呢，今天带你过来认认路，以后你就自己过来啊。没事的时候，请他给你把把脉，开几副中药，调理一下身体。
你待会回来了。是啊。风月带我去看了中医，开了点药回来调理身体。我带他调理身体去了，医生都说了，母体养得好，孩子才能生得好。不是。风腾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之前也说不急着生，到底是怕我真的生不出孩子心里难过，还是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生小孩，不想结婚？真是不想邀请，尤其是那个叶董事，我还得千方百计想办法跟他说为什么他不能做主桌。还有，我还要打个岳阳电话去告诉封腾的客座教授，让他过来做主婚人。我也很头疼啊！哎，你们说那个，出版社跟作家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？这个有学问，那个明月出版社跟繁星出版社的社长是死对头，不能放一起。还有那个白小雪跟吴佩书，他们两个是情人变仇人，更不能放一桌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才头疼。哎呀，你说我不是新娘子吗？大家可不可以在我的婚礼上一笑泯恩仇？是不是你们把事儿想得太复杂了？人家有这么事儿吗？如果是这么事儿的人啊，让他们自备盒饭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说那么没有建设性的话？哎，对了，我有个办法，把这些特别事儿的人啊，就安排在我朋友那桌啊。我有很多朋友连中文都不会说，只会说英文。好办法。这个主意特别好。哎，哥，你有没有那些只会讲英文的朋友啊？你要多少？要多少啊？最少2桌吧。凑2桌，讲英文。郑琪，你请了柳薰小姐啊？是那个柳薰吗？柳薰？我没有请柳薰啊。谁是柳薰啊？哦，郑琪的某位前任。嗨，你没看清楚，你看。柳薰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号，我邀请的是 Jerry 把柳薰带过来的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Jerry 和柳薰现在在一起了，所以你现在觉得特别可惜是吗？没有啊，没觉得可惜啊，他俩挺般配的。他现在是我好哥们的女朋友。哦，好哥们儿，据我所知是那种1、2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儿吧？对，就是1、2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儿。我跟柳薰也好久没见了，我肯定不会邀请他。风腾，是你邀请的柳薰吧？我没有啊。没关系的，可以补上。哎呀，我以为某些人跟我说他跟他的前女友都断干净了。断干净了，断得一干二净啊！别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好吗？那不然你要怎么样？要不然我不请 Jerry 过来，或者说跟 Jerry 说让他赶紧跟他女朋友分手。别因为这件事儿无理取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无理取闹啊！我就是不想柳薰出现在我的婚礼上，我的婚礼。我知道你不想柳薰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，但是你说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都快结婚了，柳薰也有男朋友了，你因为这件事儿闹，那就真的是你不对了。哎呀，我不对啊！哎，我的婚礼。我老公要把他的前女友带到我的婚礼上来，然后我老公觉得无所谓，我还不能发火是吗？郑琪，我不管你是不是邀请了那个 Jerry， 我也不管那个 Jerry 到底带多少人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婚礼上就是不想看到柳薰小姐。OK。
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没事。来。哎呀，好险哦！幸好你不是丽叔的新郎。你怎么那么坏啊？那我们还要不要请柳勋啊？比起快要结婚的我们，还要半年才步入礼堂的郑琪和丽叔，跟风月积极地讨论着每个细节。感觉上，我们的婚礼反而像是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顺便规划出来的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你瞧瞧。是不是太甜了？可是我觉得宴会上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。喂，哎，是我，你说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可是我之前跟他说好的呀。你让梅丽老师打电话给我。怎么了？风月，那个梅丽老师的助理打电话跟我说，他答应帮珊珊做礼服，但是之后他要着急去欧洲，他把我的设计图给别人做。你说我怎么办啊？时间快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好的吗？郑琪，你在干嘛？我分工合作啊，我挑酒。我婚纱都没了，你试什么酒啊？那你们忙你们的，我也帮不上忙啊，总得定一项吧。我什么都不管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管。婚纱没了，他连你看他有着急的样子吗？不是你这样生气有点莫名其妙。不是我可以不是。我也在订酒啊。虽然我也受不了这样的吵吵闹闹，但是我跟风腾实在安静得太可怕了。我们私下从来没有针对婚礼讨论过任何事情。这样像一对要结婚的人吗？你到底是打定主意要结婚，还是在盘算怎么不结婚啊？石小姐，药熬好了啊，谢谢。不用喝。为什么？来了来了，他终于要说出口了吗？打算暂停婚礼，还是根本就想取消？你又没病，喝什么药啊？你想生孩子需要的是我，不是中药。所以，你还是不想太早生小孩啊？刚结婚的两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二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什么意思？那如果磨合不来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将来生的小孩长什么样啊？没想过。不过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像我。哼，大老板，你可以再自负一点吗？你知道你这种自信多折腾人吗？像你呢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像你，像我比较可爱。很快这个年纪要过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妈说一下跟风月结婚的事儿啊？喂，珊珊啊。喂，妈，是我。你在忙吗？哦，还好还好，就在烫一条裤子呢。你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挺好的。那个，你有
有没有跟爸提过我跟风腾的事儿啊？还没呢。会的，会的啊，我会跟他说的。他就在我边上。原来爸还不知道风腾，这下子要我跟他们说我要结婚。喂，珊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妈，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儿，先不跟您说了啊，改天再给您打啊，拜拜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自己也当心一点啊。珊珊让你跟我说什么啊？哦，让你当心身体，多保重，还能说什么？没说喜欢他那个男人的事啊？没有没有，年底了，他公司忙着呢。薛珊珊，都要结婚了，爸还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呢，这样真的结得了婚吗？今天的菜不合胃口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在想，我是该带你回老家看我爸妈呢，还是把他们带来上海？当然是要我们去你们家了。是啊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不急，等婚期定了再说。问题是，婚期要什么时候才会定下来啊？珊珊他爸，这不年底了，咱们家是不是该粉刷一下呀？不用了，每年都这么过来的。粉刷什么啊？打扫一下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那珊珊如果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呢？就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。啊？哎，这样不行，我得给珊珊打个电话了解清楚。哎呦，你这急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？怪不得女儿都不敢让你知道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这女儿谈恋爱找对象，我做老爸的关心一下不可以吗？我就上次听你说那个对象是不是很有钱？我是怕女儿受骗，我是保护她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冷静一点嘛。那你还记得上次珊珊生病开刀吗？她男朋友还不是放下工作亲自照顾到她出院。那珊珊也是看她这么真心的对待自己，又不嫌弃她生病，才同意和她交往的嘛。可是这个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家不粉刷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啊。哎，说不定没几个月他们就不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其实你就让他们俩交往交往试试看嘛。你干涉这么多，珊珊30岁了还嫁不出去，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30怕什么？那这样吧，你叫她过年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一看。这个，啊，好吧，那我让珊珊暗示他一下啊。哟，这带回来是不是显得珊珊太认真了？咱们珊珊可不能主动提啊。要不让珊珊自己做决定吧，好吧？她觉得能带回来的话嘛，咱们自然也就看到了。哎呦，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她的男朋友，那总该相信女儿吧？珊珊可不是那个浮华的人，是吧？那些财大气粗的她还看不上呢。
呦，好了好了，别想了，啊，算你的账啊，算你的账。说交了个男朋友就这反应，要真告诉他和大老板交往，这屋顶还不被他掀了？唉，珊珊，你怎么偏偏和大老板交往呢？这女人真是太麻烦了。你说我不说话吧，嫌我漠不关心；说了呢，又嫌我挑剔。她说啊，她一生只当一次新娘，得谨慎。那我不只当一次新郎吗？丽叔他一向很有主见，你不是就喜欢他这一点？你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哎，你倒好，婚礼所有麻烦事交给风月帮你处理。珊珊呢，又那么好说话。你说你这新郎当的怎么就那么轻松呢？啊？你说果然这谈恋爱跟结婚就是不一样啊。你说我正奇谈恋爱至今，累积了多少经验？就没有我猜不透的，没有我哄不好的女孩。就这个袁丽书，她到底想什么呢？她就是这样一个个性，你只要跟她道个歉，一觉醒来不就没事了？我还道歉啊？哎，这个你知道啊？自打我们要结这个婚，我跟他道了多少歉？反正都这么多次了，你也不差这一次。再说，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。哎呀，我可真是羡慕你啊！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？什么都听你的。这个薛珊珊啊，是真的聪明，懂得给你留面子。哎，私底下也不跟你吵吧？命好啊！关于这次的意向，希望您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。好，等防火墙的全部计划我整理好以后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汇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那几位留步吧。啊，那辛苦你了，薛小姐。不辛苦。那您慢走啊。再见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大老板，还顺利吗？算顺利吧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紧张。大集团里果然是人才济济，大家的思维都很缜密，我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呢。封腾，哦，在这儿没有人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。既然碰见了，我想多跟你聊几句。自从珊珊动手术以后，我很明确，你是完全可以保护她的人。但说实话，珊珊最近有一些顾虑，毕竟你们俩是因为孩子的事才决定结婚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珊珊又确定没有怀孕，我们都很感动。你还是负起这份责任，说要跟珊珊完婚。但是你知道的，女孩子嘛，总是会想的比较多，她会考虑你究竟是因为有了孩子而要娶她，还是因为真心爱她而娶她。虽然珊珊嘴上没有说，但并不代表她不会想，不会期待。我好像说的有点多了。不会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像有没有孩子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我可真是羡慕你啊！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？什么都听你的。
walking in perfection. Sometimes you're being hurt,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. Sometimes you're being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. Always be 丽叔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也是一个处处要求完美的人。但就是你的坚强好胜，所以你常常忘记，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。我愿意做你永远的肩膀，给你依靠。我不在乎婚礼上放什么花，有什么音乐，喝什么酒，吃什么糕点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只在乎你。 我也在乎你。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就是想让我们的婚礼有一个完美的记忆，不想留半点遗憾。所以，那我在乎的是不是也应该是你在乎的？当然，你在乎的就是我在乎的，所以我不允许我们的婚礼有半点遗憾。 我准备了梅丽老师的婚纱，她同意帮你定做婚纱了。真的？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只要婚礼上有你，我就没有半点遗憾了。 凤腾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如果不是误会我怀孕了，你还会跟我结婚吗？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。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那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？你完全可以取消这场婚礼啊！如果你还不想的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们的婚礼，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没有丝毫的期待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
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的陪着你。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，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，我怕你处理不来，所以才全权交给风月来处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，我不是冷漠。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。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，它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。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，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。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指上，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。薛珊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你愿意嫁给我风腾吗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许下了诺言，这份爱没有期限，绝不会搁浅。珊珊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律师。哦，张律师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一眨眼，我在你们家做律师已经10几年了。你都要成家了，你看，要是你爷爷能看到这幸福的时刻，该多高兴啊！过2天就是爷爷的忌日，我会带珊珊去看看爷爷。好。哎，总是大喜事儿。好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这个婚前的协议呢，包括2个部分，是主协议和赠与协议。那么，封先生跟我说，昨天呢，他已经跟你解释过这个主协议的意思，主要就是把你和集团的利益分开。关于这部分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是啊。那好，这里呢是赠与协议。它包括了封先生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商铺、珠宝首饰、股票以及股权基金，啊，这也是你和封先生结婚以后暂时能够得到的所有。这么多，而且昨天封腾没跟我提这些呀。哦，当然了，这是你能得到的所有的不动产，还包括我们封先生这位动产。张律师，我记得那个基金和股票算是动产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股票和股权基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，应该属于动产。但是，鉴于现在这个特殊情况，跟封先生比起来，他们不就显得
像不动产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封先生是股票和股权基金的结合，生来就带有货币符号，当然显得流动性就更大了。所以呀，小姑娘，你可要好好经营哦。这些呢，我也只是说个大概，你要仔细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来问我。这么厚一堆，从哪里看起啊？我只签这一张。这一张？这……张律师，我跟珊珊单独商量一下。好，那你们俩再商量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让你签这些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我也不高兴。那为什么不签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而且你昨天只跟我说有主协议，没说有其他的。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的时候拟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影响。这些赠与是我风腾所有的个人资产。主协议我没有意见。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，那我也要保障你的利益。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至少还可以拥有这些。你是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？不是，我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都当成是废纸。但珊珊，岁月太长了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至少你拥有这些，我可以少一份畏惧。风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当中，只有那间公寓拥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这才是我最想珍贵的。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感情，模糊了我们关系的焦点。再说了，我是跟你结婚，又不是跟钱结婚。没有你的话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如果没有你，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不签这些，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是你只有我了。妈，我要结婚了。
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珊珊又要回家过年了。当初牵了她的手上幼儿园，感觉就是昨天的事儿。是啊。没想到，过完年后珊珊就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珊珊打电话来说，就是在说这个事儿。你不是才跟我说珊珊交男朋友了？怎么没几天又说要结婚了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也骂过她了。我说了，这个事儿得要先问问你。我看啊，你是早就知道这事了，跟着他瞒我瞒到现在，瞒不过了吧？那你说这个男的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那个男的就是他的大老板，叫封腾。老板封腾，封腾，他们公司的大老板。对呀。你们娘俩是不是联合起来捉弄我？哎呦，我也想这样呀，但珊珊爸，我看这件事啊，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珊珊在公司里受到大老板的胁迫，受委屈了？哎呦，你别老是往坏处里想呀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，珊珊生病的时候，她男朋友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到她出院，这都是真的，这柳柳都可以证明的。那也不能说结婚就结婚的。珊珊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打电话问过她了啊。哎呀，你别东想西想的瞎琢磨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算是吧，那对方不是也提出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说这话？我说什么啦？珊珊都已经23了，不是小丫头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她总是要嫁人的嘛。等谁电话？没有啊，没事儿，只是在看时间。妈妈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急死人了！彤彤啊，这个叫啊什么的，就能查到封腾的来历啊？二伯，这叫 iPad 啦，只要在网上有的资料都查得到。哦，那你帮二宝查一下封腾。发现什么了？嘿嘿，原来我想要买的那款游戏是丰腾集团底下的子公司出的。下次我叫珊珊姐带一套回来，我就不用花压岁钱了。你查这些没用的干嘛？你就查封腾这个人，有没有结过婚？有过几个女朋友？先查这些。没有，都是一些财经新闻，什么买了哪些公司，股票预计多少钱。二伯，你要知道珊珊姐大老板的八卦做什么？你真想知道，问珊珊姐不是更清楚啊？让你查个资料这么多废话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会吗？我不要，你弄坏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你教我们。好，这不是彤彤在帮你查吗？没有就是没有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难道你还希望珊珊的男朋友一大堆的花边新闻呢？珊珊姐的男朋友是丰腾大老板？不是，我还没同意呢。那个彤彤啊，谢谢你啊！你回家呢，先别跟你爸妈说这些，等珊珊姐回来以后，你们姐弟俩再多聊聊啊。好。
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快点吃饭嘛！丽叔和振奇这对冤家啊，终于算和好了。今天我在这里订了包厢，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细节，放轻松点。我爸，你先进，我们先进去，走。喂，爸。珊珊，爸问你，你真的是跟大老板封腾在交往？对啊。你是真心喜欢他这个人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身份。对。那他呢？他也是。爸，方腾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您见着本人就知道了。见面？既然要见面，爸给他做套西装，就当见面礼吧。啊？爸，不用了，那个方腾他有挺多西装的，不用您做。这跟他有多少西装无关，你就把尺寸给我就行。爸，真的您别麻烦了，方腾他不需要。他不需要，我需要。爸知道他们家很有钱，可能也不在乎我给他做的西服。但是珊珊，你知道，爸这辈子可没有亲手做过西服送给哪一个人。爸，我明白了。您的心意，我会转达给他的。我先帮他谢谢您了。那你把尺寸尽快给我啊。怎么了？我爸说他要见你。我安排一下时间，跟你回去见父母。喝杯水吧。你在看家居啊？哎，这个沙发挺好看的哎。喜欢吗？喜欢呀，特别喜欢。珊珊，今天除夕我们到老宅过吧？不行啊，除夕要回家过的。我们结婚以后，就应该不能回家过年了吧？大年初一，我冯友还有严青去你们老家见你爸妈。真要回去见爸妈，不知道爸妈会是什么反应。冯先生，这是丰泰的包裹。好，谢谢。丰太太，原来她跟大楼的警卫是这样说的呀。这应该是你们家寄的吧？啊？不应该呀，
我妈也没有跟我说呀。该不会是……老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薛珊珊，啊？解释一下。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老爸是做裁缝的呀？你应该没说过。那你现在知道啦。这套西装是我爸做给你的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穿着这套西装回老家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不穿也行。哎呀，真的太兴奋了！乡下空气特别好吧？对呀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散散心。一定的。现在咱们走吧。哎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全好了。啊，你们人去就行了，准备什么东西啊？应该的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一定得准备大礼去表我们的诚意。哎呀，麻烦您了。别，千万没什么没什么。我们走吧。哥，你今天换造型啦？双排扣，复古风啊！泰山定制。泰山定制，我只听说过人猿泰山，泰山定制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就是岳父定制。是，这是我爸特意为他定做的。哎呦，帅！哎呀，要是我的婆婆也能给我做条裙子，该多好呀！哎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要敢穿你婆婆做的裙子，那还真是好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看吗？很帅。咱们走吧。你小的时候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对啊，那个就在那里面洗衣服啊。啊？洗衣服啊？对啊，而且这里有很多游客，有很多观光团。你看那边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饭店、小店。那里，对，那里就是我们家裁缝店。很不错吧？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带我哥谢谢大家了。谢谢。哎，你看我们初来乍到的，大家就那么热情的问候我们，我们心里真的特别暖，太谢谢了。大过年的，我们也没什么表示的。王叔，红包带来了吗？我们分给大家，各位沾沾喜气，好吧？哎呀，真的是太破费了，应该的。没事儿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没想到你们家那么多人。二伯父、二伯母，珊珊姐他们到了。彤彤。哎，今天所有的人都在，我们拍张全家福吧。好呀，我有安排的。您啊是薛氏的大
大叔公就坐在这儿，镇长坐这儿，乡长坐这儿。拍什么全家福啊？我爸还没来呢。这是我们薛家的事啊，不劳烦大家啊，大家请回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还没拍呢，拍什么拍？走走，你慢坐慢坐，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啊。我想和风腾单独谈谈。哦，好，那哥我们出去转转。嗯。哎，你带珊珊也出去。我也要出去啊。走吧走吧，听你爸的啊，走走走走。乡亲们都是老实人啊，你看都知道红包里是小钱，不指着这个发财，可是大家愿意图喜庆、图热闹。爷爷就说过，分享呢代表着我们封家还有能力，别人也看得起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以后珊珊啊，你成为咱们封家媳妇儿了，这些封家的传统家风呢，你也得多学着点儿。其实我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我爸他很低调，他不太喜欢有钱人。看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爸多说说我们家。我们家也是书香世家，也是懂得人情世故的嘛。啊，对哦，我怎么就忘了？不过封家显性代表就是财富，说太多也太欲盖弥彰了吧？不过珊珊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担什么心呢？你爸那边完全由大哥搞定啊，是吧？来到你们这儿真舒服，天气又好，空气又清新，该烦恼的让我哥烦恼去吧。今天你就当我和延青的导游，带我们好好逛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走，带你们去逛逛。我从年轻时就做裁缝了。珊珊虽然在我身边从小看到大，可她对裁缝不感兴趣。这衣服好像也不太合身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伯父，这个泰山定制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奇的是，薛珊珊不是名牌，你怎么就有兴趣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在我战战兢兢维持家业的过程当中，珊珊她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。你是个很有教养的人，你很清楚你的责任，你也很清楚你想要什么。但是，我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也很清楚我们家有几斤几两的分量。娘家是孩子最有力的依靠。珊珊要是嫁给你，我恐怕她也只能靠她自己呀。珊珊有我，只要她愿意，她这一辈子都有我。我喜欢珊珊，是因为她活得很真实。伯父您请放心，我和珊珊会过最真切平实的生活。身为集团大老板，肯定是能言善道。可是我不听，我只是看，我就看你以后是怎么做。你们要结婚，我不反对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好吗？我怎么了？怕你爸把我钉在工作台上，刑讯逼供吗？我是有想过这个画面。不过刚才见岳父大人确实有点紧张。但是薛珊珊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谈判能力吗？所以，我爸他答应了。珊珊，你有一个好爸爸。他没有为难你吗？有啊。啊？你爸他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饭呀？你先跟我说说我跟你怎么爸，这是风腾他们自家农场种的蔬菜，是有机蔬菜，很营养的。吃了吧？多吃点。啊，好。你看啊，我们珊珊啊，就是要快嫁做人妇了。你看厨艺很好了嘛，这个火锅你看，不错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不过封家有自己的大厨哦，不用我下厨了。那你嫁了人也不做饭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有厨师的吗？珊珊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不用做饭做家务，哎，这是享福哎，这样你还不满意啊？风腾说了，你们两个结婚是要做踏实生活的。什么叫生活啊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。你这些都不做，你要为老公做什么？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儿的，相信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说起女儿来，比我更婆婆妈妈的。这可是珊珊出嫁前最后一次在家过年了。妈，你别这么想，我每年过年都会回家的呀，啊，别瞎想啦，珊珊，结婚以后你还去上班吗？当然要去了，而且风腾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也觉得去上班好。你们3年不生孩子，有个工作也不会太无聊，也算是有个寄托吧。哎，你可千万不学那些阔太太，整天就想着做不是美容。爸，您刚才说什么？3年之内不能生孩子。是啊，我跟风腾说过了呀，这是我让你们结婚提出的条件。爸，你怎么会开这种条件呀？就是啊。爸是想你们暂时不要孩子，相处一段时间以后，万一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也不至于耽误你嘛。爸，您是怕我们结婚之后，如果1、2年之内不要孩子的话，就没有牵绊，就没必要牵扯不清，是吧？这老头子，女儿出嫁前想这些，也太触霉头了吧？我们两家家世背景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，生活观、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差距。爸有这个担心，珊珊，你可一定要理解啊。那风腾呢？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爸开出这条件，其实我不难理解，但是风腾答应了，为什么？之前风腾也一直跟我强调不急着生孩子，难道跟爸想的是一样的？怕我们其实相处不来，也许到最后会分开。刚结婚的2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2人世界。
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如果婚前有这种想法，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这么晚过来，是不是不习惯一个人睡啊？你为什么答应我爸3年之内不生孩子？因为这是你爸答应结婚的唯一条件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那你知道我爸为什么开这个条件吗？怕我们的婚姻不和，要离婚。所以，你是认同我爸的观点，才答应的吗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两个人结婚了以后，要过一段爱人的生活。更何况你还太小了。这样我和你爸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过二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呀？是说两人如果相处不来，就散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好再跟我结婚？薛珊珊，我方腾向来是要最好的。虽然我谈过几段感情，但是你是我要结婚的。一旦我要结婚，就会跟我的妻子白头偕老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是你的初恋。一旦你选择了我，将别无选择。是啊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离不开的那个人就输了一大截。但是只要有着肩膀，有着胸怀可以依靠，从没赢过又何妨呢？哎呀，看来某些人是离不开我了。